赛车总动员3里，闪电麦昆那场差点直接终结职业生涯的惨烈撞车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在说真正的答案之前，咱们先捋捋绝大多数人脑补的2个原因到底错在哪。第一个传得最广的说法就是奇诺没把轮毂螺母拧紧，甚至压根没拧全。当时的画面，麦昆在对讲机里死命催奇诺快点，小家伙当时压力直接拉满。要是把镜头慢放，你能清清楚楚看到轮毂上一共5颗螺母，奇诺只拧了2颗，但这其实纯粹是动画师为了烘托10万火急的氛围做的加速处理。真要是只拧了2颗螺母，麦昆别说跑完整条赛道了，他连维修区都开不出去，早就直接失控出事了。第二个大家常说的原因就是爆胎，很多人说麦昆飞起来的时候右后胎都爆了，这不就是爆胎导致的撞车？但你看清楚时间线，这个爆胎是他狠狠撞墙之后才发生的。接着误区都排完了，咱们现在就说麦昆这场撞车最核心最根本的真正原因。首先你得先知道他当时跑的这条赛道是洛杉矶国际赛道。顺带一提，第一部里车王撞车的名场面也是在这条赛道上，这条赛道不是凭空编的，它的原型是现实里的汽车俱乐部赛道。绝大多数人都觉得，不管是现实里的 NASCAR 车手，还是电影里的赛车们，跑比赛全程都是地板油踩死，一路冲到底。但这其实是错的，哪怕是洛杉矶国际这种全长 3.2 公里的地形椭圆高速赛道，能跑出极致速度的大直道赛道，车手过弯的时候也必须松油门，而一辆车过弯能跑多快，全看一个东西，就是抓地力。抓地力又分2种，一种叫机械抓地力，一种叫空气动力学抓地力。机械抓地力说白了就是轮胎实打实贴在路面上蹭出来的抓地力，它好不好全看轮胎的质量、悬挂的调教，还有轮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有多大。轮胎贴地越实，接触面积越大，抓地力就越强。空气动力学抓地力就是车子高速跑起来的时候，气流会把车子死死往下压在赛道上，帮轮胎更牢地扒住地面，车子开得越快，气流给的下压力就越大，这份抓地力也就越强。而闪电麦昆恰恰就是靠机械抓地力吃饭的主。反观他的对手黑风暴杰克逊，就是把空气动力学抓地力玩到极致的新一代标杆。不是说麦昆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不行，它的造型当然也是为了速度而生的，但跟新一代赛车比，它的设计早就彻底过时了。就是因为麦昆主要靠机械抓地力，没有新一代赛车那种夸张的额外下压力，它跑起来特别容易出现推头，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转向不足。说白了，推头到底有多要命？你开着车往前冲，猛打方向盘想拐弯，结果车子根本不听你的，直愣愣的往前冲，最后直接撞树。为了补上这个短板，跟上新一代的速度，麦昆只能想办法把车尾调得更灵活，让车尾能甩起来，抵消推头的问题。他把后悬挂调得更硬，加大后轮的外倾角，还特意降低了轮胎的胎压。这招短期之内确实管用，他的过弯速度直接提上来了，能死死咬住新一代赛车，甚至在比赛里一度跑到了领跑的位置。但这招有个致命的副作用，就是轮胎的磨损速度直接翻倍了，这就导致他的抓地力掉得比那些靠空气下压力的赛车快的不是一星半点。就在这个时候，黑风暴杰克逊追了上来，还一路用垃圾话玩心理战，直接把麦昆的心态给搞乱了。心态一乱，麦昆根本没反应过来，进站之后跑了这么多圈，他的轮胎早就磨得差不多了，过弯的极限速度早就跟刚出站的时候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可他还是咬着牙像刚出站的时候那样死命推着极限跑，早就耗光的抓地力根本撑不住他这么造，结果就是推头没压住，直接变成了甩尾失控，车尾猛地往外甩了出去。麦昆当时慌了，赶紧反打方向盘想救车，结果救过了头，车子直接原地打转，狠狠撞在了赛道的护墙上。其实说到底，麦昆这场撞车从来不是哪个零件出了错，也不是谁掉了链子，这是一代传奇面对时代的更迭不肯低头不肯认输的倔强。他不是输给了更快的新车，也不是输给了对手，是输给了那个拼尽全力也想守住荣光的自己。也正是这份不肯认输的劲，才有了后来他放下执念完成涅槃重生的故事。有没有想过，闪电麦昆的赛车号为什么偏偏是95？我们都认识这台浑身亮红、性格张扬、满脑子冠军梦的传奇赛车，车身两侧、车顶甚至所有周边产品上95这个数字无处不在，这绝对不是皮克斯随手乱选的数字。要知道，皮克斯向来爱在电影的每一处细节里藏深意，麦昆的车号当然也不例外。95这个数字从来不只是一个符号，它绑定的是皮克斯史上最关键的一年995年。就在这一年，皮克斯干成了一件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推出了全球首部全电脑制作的动画长片《玩具总动员》。这部电影彻底改写了整个动画行业的规则。在《玩具总动员》之前，所有动画长片全靠手绘一帧帧磨出来，而皮克斯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血液，掀起了一场动画革命。全世界的观众都爱上了胡迪、巴斯光年，还有他们那段让人难忘的冒险。更重要的是，《玩具总动员》向所有人证明，皮克斯不只是在做动画电影，更是在讲能打动全年龄段观众的好故事。但其实皮克斯能成长为如今这个开天辟地的动画巨头，这条路走得一点都不
轻松。在一战成名之前，皮克斯最初只是卢卡斯影业旗下的一个小部门，主业是研发高端电脑图形技术。1986年，史蒂夫·乔布斯收购了这个部门，帮他转型成了一家独立公司，也就是这一步，为日后这个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动画工作室打下了最坚实的地基。皮克斯拿到的第一个亮眼成绩来自动画短片《顽皮跳跳灯》。这部短片不光秀出了他们顶尖的技术实力，更让观众看到他们能用冰冷的电脑技术讲出最戳人心的温暖故事。短片里那只蹦蹦跳跳的小台灯后来也成了皮克斯的吉祥物，成了他们创作精神的代名词。但皮克斯最终的梦想从来都是做一部完整的全电脑制作的动画长片，而这个想法在当时的行业里被无数人质疑嘲笑。直到1995年《玩具总动员》上映，所有人都被狠狠打脸。这部电影完全称得上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它是影史上第一部完全用电脑动画制作完成的长篇电影。它的成功绝不只是票房大卖，它真正向世界证明顶尖的技术和动人的故事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创造出真正有魔力的作品。所以闪电麦昆身上的95号就是皮克斯对这个让自己一战成名火遍全球的年份最郑重的致敬。这个数字时刻提醒着所有人，皮克斯是怎么从一家小小的图形公司一步步成长为动画行业的拓荒者，直到今天还在用每一部新作品打动着无数观众。皮克斯给麦昆印上95这个数字，其实是把自己关于野心、关于创作的故事和这个角色牢牢绑在了一起。他在告诉我们，一个大胆的想法到底能改变多少东西。就像1995年的皮克斯敢赌上一切，放手一搏，赛道上的麦昆也永远敢闯敢拼，在一次次挑战里学着做更好的赛车，也学着做更好的自己。我们刚认识麦昆的时候，他自信到自负，是个眼里只有冠军一门心思想要登顶的赛场新秀，但生活从来都不会按你写好的剧本走。当时他一门心思要赶去加州参加活塞杯的总决赛，一路上他对自己的运输车麦克颐指气使，逼着麦克通宵开车，连觉都不让睡。结果就是困到睁不开眼的麦克一个没留神，麦昆直接从车上掉了下去，阴差阳错闯进了水乡温泉镇。这个死气沉沉被人遗忘的小镇，怎么看都不该是一台明星赛车该待的地方，但偏偏就是在这里，远离了光鲜的赛道和刺眼的聚光灯，麦昆学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他终于明白，人生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赢下多少座奖杯，而是这一路上你遇到的那些伙伴，收获的那些羁绊。就像皮克斯的成长之路满是坎坷，麦昆也必须跨过一道又一道难关，才能真正成长。最开始的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能搞定一切，但电影的最后，他终于懂得，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来自团队，来自善意，来自对他人的共情与理解。所以麦昆身上的95号从来不只是和皮克斯历史的连结，它更是一种精神的映照。那份不服输的决心和那份永远滚烫的初心，才让麦昆和皮克斯都成了我们心里无法替代的存在。当然，除了95号这个核心彩蛋，麦昆和整个赛车总动员系列藏着的皮克斯历史彩蛋还有一大堆。先说说赛车总动员里的顶流恐龙石油车队，回头看玩具总动员里面就有一个同名的恐龙石油加油站，就是在这个加油站，巴斯光年和胡迪闹翻，把胡迪扔出了安迪的车。就在胡迪以为自己彻底成了被遗弃的玩具时，他看到另一辆车停在了加油站，就是披萨星球的外卖卡车。他想起安迪要去披萨星球，赶紧偷偷跳上了车。这辆披萨星球卡车是不是看着特别眼熟？他也悄悄藏进了赛车总动员里。电影开场的大赛里，他就机灵地藏在观众群里，一晃而过。这个小彩蛋就像皮克斯在跟我们打招呼，提醒着我们他的起点和这一路走过来的漫长旅程。而且这辆披萨星球卡车不只出现在赛车总动员里，它几乎成了皮克斯电影的标配。海底总动员、飞屋环游记、头脑特工队，还有数不清的皮克斯作品里，你都能找到他的身影。接下来这个彩蛋就是皮克斯粉丝都懂的经典暗号 A113， 这串数字可不是随便编的，它是加州艺术学院里的一间教室编号。皮克斯的绝大多数动画师当年都在这间教室里上过课。这个小小的彩蛋把动画师们的初心和当下的创作永远连在了一起。再看赛车总动员的结尾，你还能看到一堆长得和其他皮克斯角色一模一样的小车，比如胡迪、巴斯光年的车版造型，甚至还有怪兽电力公司的角色客串。而和玩具总动员绑定最深的彩蛋，其实藏在麦昆的轮胎上。你仔细看，轮胎上印着光年的字样，这明摆着就是在致敬巴斯光年。要是你眼神够好，还能看到轮胎上印着伽马象限第4区的字样，这正是巴斯光年在电影里说自己驻守的星际区域。就是靠着这些藏在细节里的彩蛋，赛车总动员把皮克斯从1995年开启的讲故事的传统完完整整的延续了下去。其实在电影里和年份挂钩的数字不止95一个。赛车总动员开场的比赛里有一台印着84号的白色赛车，车身上还带着苹果的 logo， 这台车就是在致敬史蒂夫·乔布斯，毕竟他是皮克斯的前 CEO。 而84这个数字对应的是1984年苹果电脑正式开售的年份。不光是第一部赛车总动员，整个系列里全是和其他皮克斯作品的联动彩蛋。到了赛车总动员2，彩蛋更是藏得到处都是，比如巴黎的那家餐厅名字叫厨神餐厅，直接致敬了美食总动员里的同名米其林餐厅。再转到伦敦的酒吧里，你仔细看墙上的挂毯是不是特别眼熟？这正是勇敢传说里邓布洛克家族的专属挂毯，只不过
上面的人物全都变成了小车的样子，当然少不了我们的老朋友披萨星球卡车，他又藏进了世界杯大奖赛的观众群里，毕竟没有这辆卡车，那还能叫皮克斯电影吗？到了赛车总动员3，他也照样没缺席。赛车总动员3里经典的 A113 彩蛋也再次回归，麦昆在斯特林的办公室外等候的时候，这串数字就悄悄出现在了画面里，还有板牙的车牌上，你仔细看也能找到 A113 的身影。当然我们今天说的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皮克斯在彩蛋这件事上真的永远乐此不疲，所以下次你在刷赛车总动员的时候，不妨放慢速度，仔细找找这些藏在画面里的小惊喜。最后我想说，闪电麦昆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动画角色，他是成长的缩影，是野心的写照，更是我们人生路上那些羁绊与陪伴的象征。他身上的95号承载着皮克斯那段传奇的旅程，一段关于勇敢冒险，关于极致创作，关于用故事打动一代又一代人的旅程。很多人说杰克逊黑风暴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活塞杯赛车的走向，它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在赛场上战胜了巅峰末期的闪电麦昆，也不只是简单的新老交替，它从根本上重塑了整个赛车行业的生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车手、车队和赞助商的角色与话语权都会因此发生深刻变化，而这一切其实是 NextG 精心布局的结果。今天咱们就顺着时间线梳理新一代赛车的发展历程，聊聊当下赛车圈的现状，再一起探讨活塞杯的未来会走向何方。很多人不知道，新一代不只是对新车手的统称，它本身就是一个品牌。NextG 是一家专业的赛车制造公司，他们凭借杰克逊黑风暴的巨大成功，迅速成为了几乎所有活塞杯车队的主流赛车供应商。以前的赛场上跑着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赛车，如今绝大多数参赛车辆都出自同一家厂商。NextG 也因此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行业话语权。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杰克逊黑风暴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赛车行业又该如何在新的格局下继续发展？今天的内容我分成3个部分来讲。第一，了解 NextG 的发展背景；第二，聊聊 NextG 的崛起给活塞杯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第三，展望未来，赛车行业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实现更健康的发展。先从 NextG 说起，我们第一次认识它就是通过杰克逊黑风暴，它是2017年 NextG 亲力打造的旗舰级赛车，全球仅此一台。研发制造它的时候完全不考虑成本，不考虑盈利，也不考虑量产限制，把当时所有最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空气动力学设计和科学训练方法全部应用在了它身上。它一登场就将赛车运动的竞技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闪电麦昆整个职业生涯平均最高时速是200英里，而杰克逊黑风暴日常比赛就能跑到207英里，在模拟器测试中它能稳定跑到210英里，在佛罗里达赛道它创下了213英里的巡航纪录，官方认证的最高时速更是达到了214英里，是活塞杯历史上速度最快的赛车之一。NextG 投入如此多的资源打造这样一台标杆级赛车，核心目的是向全行业展示他们的技术实力，证明新一代赛车的竞争力。而通过杰克逊黑风暴，他们确实做到了。根据赛车总动员官方设定集，几乎所有车队都很快更新了自己的赛车阵容，全面引入了新一代车型。比如切斯拉赛洛特驾驶的是 NextG 2017款 SA5， 莱恩兰尼是 SA2， 布巴惠尔豪斯是 SA3， 丹尼苏亚雷斯是 SB4。这一整代新车都是在杰克逊黑风暴的基础上进行的小幅调整和优化，本质上是同一技术平台的不同版本。说到这，肯定有人会问，技术升级不是好事吗？车队自由选择供应商有什么问题呢？迪诺可不就签下了克鲁兹拉米雷斯吗？确实，技术进步本身是积极的，但当一家厂商占据了绝大多数市场份额后，确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所有这些量产的新一代赛车在纯性能上很难与定制打造的杰克逊黑风暴抗衡。原因很简单，量产车型需要控制成本，保证盈利，必然会在设计和配置上做出一定的妥协，这就导致杰克逊黑风暴在赛场上拥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如果这种状态长期持续，其他车手想要挑战它的地位会变得非常困难。这对活塞杯来说最大的影响是比赛的竞争性会有所下降。NextG 既然同时拥有冠军级别的标杆赛车和绝大多数参赛车辆，他们继续投入巨额资金研发新技术的动力自然会减弱，毕竟他们不需要和自己的产品竞争。长此以往，比赛的悬念会降低，观众的观赛体验也会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随着厂商话语权的提升，比赛结果可能会更多的由技术实力决定，而非车手的天赋和努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赛车运动的初心。那么面对这样的行业变化，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推动活塞杯回归更健康更有活力的竞争状态呢？我觉得至少有3个方向。第一条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依靠车手的个人能力和团队的协作弥补技术上的差距。我们已经看到了克鲁兹拉米雷斯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凭借自己的天赋、刻苦训练，还有闪电麦昆的悉心指导，再加上迪诺可团队的全力支持，最终战胜了技术更先进的杰克逊黑风暴。当然，这条路确实充满挑战，绝大多数新人车手很难拥有这样的资源和机遇。随着技术差距的拉大，这样的逆袭会更加难得，但这也正是赛车运动最有魅力的地方。第二
二条路是通过活塞杯官方的规则调整，引导行业良性发展。现在行业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官方完全可以出台相关规定，限制单一厂商的市场占比，也可以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确保所有参赛车辆不会出现过大的性能差距。这样一来，即使 Next G 依然是市场主流，至少所有车手都能在相对公平的平台上展开竞争。第三条路是鼓励更多厂商进入赛车制造领域，形成多元竞争的格局。而全赛车圈最有能力推动这一点的就是迪诺可的老板泰克斯，他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经营着活塞杯历史上最成功的车队，旗下还有3代传奇车手车王、闪电麦昆、克鲁兹、拉米雷斯，当然还有卡尔。凭借这些优势，泰克斯完全有能力组建自己的研发团队，打造具有竞争力的赛车，为行业注入新的活力。所以说，杰克逊黑风暴和 Next G 真的让赛车运动变糟了吗？其实不能简单的这么说，他们带来的技术革新确实推动了赛车运动的发展，但同时也给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任由单一厂商主导市场，确实可能会让这项运动失去原本的激情和悬念。但我始终相信，赛车运动的核心永远是车手们永不言弃的精神和观众们对速度与激情的热爱。只要这份热爱还在，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了公平和梦想不断努力，活塞杯就一定能找到技术进步与竞技精神的平衡点，迎来更加精彩的未来。过赛车总动员的朋友肯定都有个憋了好久的疑问，就是当年那个臭名昭著的反派路霸，凭啥退役之后还能拿到一档专属的电视脱口秀节目？首先，职业运动员退役之后转行当解说、当节目主持人太正常了，但问题是路霸可是个全圈公认的争议人物啊！他整个职业生涯撞废过的赛车没有100也有80，最过分的是什么？就是他在车王的退役收官之战里，下死手故意把这位全圈最受爱戴、荣誉满身的传奇直接撞废在了赛道上，就这一出，直接让他成了全赛场的公敌，媒体全场嘘他，原本围着他转的双胞胎粉丝蒂亚和米娅当场就反水了，就连迪士尼世界里的闪电麦昆赛车学院都有一大堆赛车，压根不承认他配拿那座活塞杯冠军奖杯。那问题就来了，第一，为啥赛车体育网还要给这么个争议拉满的家伙开一档专属个人节目？第二，人家车王还有老麦昆退役之后都去当新生代车手的车队总监了，路霸为啥不走这条路，非要去上电视？咱先来说第一个核心原因，他那次闹得沸沸扬扬，全圈不认可的活塞杯夺冠带来的海量负面关注，恰恰就是最抓观众眼球的流量密码。他是个爱耍阴招的恶霸，是个惯犯作弊者，是个赢了也输不起的家伙，但就是这种招人恨又欠又嚣张的性格，反而让他自带话题度，观众就是爱盯着他，看他又要整什么幺蛾子。再来说第二个问题，他为啥不去当车队总监？咱先不说别的，路霸在顶级赛场跑了10几年，一身的比赛经验和技术实力绝对是顶级的，但就算他是个天赋拉满的顶级车手，那又怎么样？说白了，根本没几个年轻车手会把路霸这种人当偶像当榜样，圈里比他靠谱比他合格的车队总监多了去了，根本轮不到他。而且路霸去当节目主持人根本不是什么没得选才走的路，是他自己打心底里就爱干这个，他巴不得天天对着镜头跟全世界念叨他那场洛杉矶的历史性的3方加时赛夺冠，更巴不得借着解说的机会往死里踩闪电麦昆，因为他心里虚，全天下都知道当年那座冠军奖杯是闪电麦昆主动放水他才捡漏拿到的。还有个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冷知识，路霸能当主持人，人家其实是有专业底子的，他正儿八经有戏剧表演的相关背景，在赛车总动员蓝光版的花絮里明明白白写了，他维修队里的叉车师傅布鲁瑟伯夫斯基是他高中同班同学，俩人当年一起在学校的戏剧社待过，合着路霸这货本质上是个戏剧社出身的文艺青年，结果一不小心成了活塞杯历史上拿亚军次数最多的赛车。说到这最开始的问题，答案就全通了，为啥路霸能拿到专属电视节目？说白了就是赛车体育网铁了心要蹭他2006年那场争议夺冠的顶级热度，而路霸自己也巴不得接下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有了这档路霸精选，他有了专属的演播厅，不用再硬凑进那个压根不待见他的赛车圈，还能天天聊自己爱了一辈子的赛车赛事，顺便光明正大的吐槽自己最恨的对手闪电麦昆。就靠着这档节目，他又顺顺当当地多当了好几年赛车圈里流量拉满的反派顶流。